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明明强势碾压暴揍老外的中国选手，却在赛后被裁判评审宣布输掉了比赛，就连老外都一脸懵直呼：这难道就是幸运女神附体吗？面对这一结果，台下的全迷粉丝纷纷指责怒骂赛事方根本就是对体育精神的践踏不负责。要知道，这可是中国大陆举办的比赛，中国选手却被黑哨针对，这要传出去，还真的让外国观众们看扁了。然而，拿下比赛胜利的老外可是一点都不简单，此人就是在世界拳坛68战67胜的搏击悍将诺丁。他还有个身份，就是荷兰搏击天王的同门小师弟，怪不得这家伙会在职业擂台上拿到如此恐怖的战绩。今天奉命出战的中国选手，就是来自福建的铁血阵乾坤许振光。其实许振光的总体实力完全可以列入中国散打领域最出色的那一批人，只因许振光本人不擅长炒作，才导致名气地位比较低迷。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许振光踊跃报名参加今晚的比赛，打算与荷兰连胜王者诺丁来一场真男人的巅峰对决。只要能够战胜诺丁脱颖而出，说不定许振光将会迎来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许振光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第一回合开始，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许振光，黑色短裤就是荷兰选手诺丁。其实早在上台之前，就有许多外国媒体预测许振光根本就撑不到1回合，因为诺丁的实力太过强大，已经 KO 过数不清的世界冠军。身为散打运动员的许振光，无非就是在擂台上移动速度比较快，一旦让诺丁抓住机会疯狂出拳，极有可能一套带走，使得诺丁的职业战绩更上一层楼。那话说这个诺丁来自于格斗家族啊，他爸爸是打篮球的，是练格斗2年就拿到世界重量级冠军了。然后他哥哥是罗宾4岁打拳就拿冠军，拿到现在已经拿了两个级别的 Glory 的金腰带了，目前要挑战第3个级别，太强了。他的弟弟是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我还真没发现，这真的像路人啊！他身材就是肥肥的，他是看不出来就练。为何诺丁小小年纪就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战绩？那是因为诺丁的家庭从小崇尚武力至上，谁强谁才能在家族中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为了保护家人，诺丁还在未成年便开始了艰苦的泰拳训练，后来结识了搏击天王克劳斯，诺丁的辉煌之路就此崛起。当然，现在的诺丁并不单单想要拿下荷兰冠军那么简单，而是要称霸中国拳坛，为自己拿到更多名气钞票。那过去很多有商业赛的机会啊，他都没嘛，是吧？是啊。那今年开始可以好好在武林风这边发挥了。是，就像接下来这样出场的王聪一样，是都是体制内的。对。哇，这个刚刚许振光啊，距离判断的非常好。是，对方这个大摆拳距离够远，但是并没有命中。其实对方呢，就是靠着一个大摆拳，他打法漏洞有点多，但是他不管，给自己了一个公平。人人都知道，荷兰选手诺丁的职业战绩已经强得可怕，但是许振光的总体实力可是丝毫都不比诺丁弱上多少。因为许振光的拳法早已出神入化，尤其是在相互拼拳换脚阶段，许振光压根就没有害怕过，执意要与对手硬刚到底，为中国人争一口气。而那些外国观众们越是小看许振光，那许振光更不能让老外太得意，要不然铁血阵乾坤的绰号还真以为白来的吗？傅坤也是几拳都把对方打倒了，所以叫他退，他不能退啊！这个转身后摆腿。对，那话说许振光啊，身体条件很好，他能够单手扣篮啊，跳得很高，那就弹跳力比较好。是。然后他最近刚新婚嘛，从泉州跑到这个顺远去训练的，训练了10几天，所以这一次代表顺远搏击出来比赛。比赛来到第2回合，经过首回合的初步试探，许振光也慢慢摸清楚了诺丁的战术打法。对手的身体比较抗揍，拳法也比较刁钻，唯一就是这家伙进入比赛节奏实在太慢了，这就相当于让许振光放开手脚使劲打。只有第3回合，大家才能看到诺丁的总体实力，前提是诺丁能够在许振光面前撑到第3回合。扔空了，对，逃不过许振光的法眼。哎呦，吓他一跳，下潜，这是习惯动作，散打的下潜摔。是。不要跟对方去死拼拳。对，那话说这个诺丁他们家族啊，还有一个女生也是打了10连胜，都是非常能打的。格斗家族，对，格斗家族。目前这个诺丁还是依靠他的重拳。这个前摆拳，注意前摆拳。对。蓝方就是追招而已，就只有一个摆拳。
就是前摆拳和后摆拳，我觉得特别有危险。对，刚才这个前摆拳没有打到下巴，而且他都是低的头抡拳的，是，哎，不管你会不会对他膝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攻击方式。此时此刻的许真光为了拿下比赛胜利，也豁出去拿出了毕生所学。这时候是最容易打出 KO 名场面的时候，因为诺丁这家伙一直在有意的挨揍积攒怒气，而许真光当然要乘胜追击，把握住眼前的好机会。话还没说完，许真光再次挥舞着铁锤般的重拳向前逼近，只要诺丁有一点暴露放手破绽，那诺丁都将迎来连胜终结的后果。其实可以多踢踢腿，是，为什么要跟对方在拳法上死磕？可能也是两个人的特点嘛。是，漂亮，勾得漂亮。注意对方前摆拳，哦，对方做了一个膝撞，正蹬腿，控制距离。是。那现在蓝方也是非常的强悍啊，他可能想打完再去医院检查他的手啊，而且不管了。哦啊，好的，后扫腿。对，对呀，这是我的特点，这是我的长处。可以用，再用，好，接定，有机会哦，有机会。对方腿是比较细的，是比较不耐打的。这个许真光找到他的罩门了，是，我觉得要有。我对比赛来到第3回合，2个回合许真光都没有 KO 掉诺丁，这也证明诺丁这家伙的身体犹如石头那样坚硬，想要通过 KO 的方式取胜，简直是难如登天。故此，这最后对决，许真光也只能想办法打出精准命中。只要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优势还处于自己这里，那比赛胜利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诺丁也在此刻开始逐渐发力，就是不知道许真光的比赛对峙环境会不会太艰难。他至少有大概4、5个月没比赛了啊。本来今年的跨年战有排他，但是呢临时被抓回去，不能打。这就是体制内的困扰。对，他现在退役了，就可以放心来打。王子拳，对方真的很强，对方你看，刚才确实是拳法受伤了，是，而且并没有影响到他自己。对，他已经做好决心的，打完去医院了。哦，因为我记得有一个选手有一场比赛进行到现在，许真光的体力貌似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许真光每次打完一套都需要停下几秒进行休息调整，而诺丁看到了这一幕，却再次猛扑上去，不给休息机会。对此，许真光也是气得不轻，只能咬牙硬撑。好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倒计时阶段，只要自己稳稳控制比赛节奏与比分，那只要还能通过比分优势取得胜利。你扣我一点就把你打回来，打回来，这一局至少要拿下，才能把这个点拿回来。有点冤枉啊！是。哎哇，这个转身转的太有威力了，太想发力了，对，差点把自己转晕了。是，飞膝。两个人力气都很大。是啊，诺丁发现摔不动许真光啊。最后那1秒钟想摔他，摔不动。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根据评审一致判定，诺丁通过比分优势赢下了最终胜利。很显然，这种结果不论是许真光还是台下观众们都无法忍受。奈何许真光思来想去，赢得起输得起，就算裁判规则针对，也无法影响许真光前进的步伐。大家认为双方选手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